早上天气还不错，但是好像据说下午要阴天了。这里是位于福岛县东南部的盘城市，虽然很多人可能没听过它的名字，但这里却是日本东北地区仅次于仙台和君山，人口排名第3位的城市，也是福岛县内面积最大的城市。日本大多数城市它这个名字都是有汉字的，但是这座城市伊瓦基它没有汉字。主要是因为当时这个地方它是2个大的区域合并的，平市和盘城市合并的，所以当时为了不想让其他地方的人觉得是被盘城市吞并了，所以呢就折中写了一个假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名字。很多看过老宋过往视频的朋友应该对福岛略有了解。福岛县整体面积不小，全日本排名第3，可以大体分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会津地区3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会津地区以山脉和盆地为主，自然风光优美，也是冬季的好雪地带。中部地区拥有机场和新干线，交通便利，依靠福岛市和君山市2大经济体，是县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海地区以海洋性气候为主，通年较为温暖湿润。虽然在10年前的那场地震和海啸中受灾严重，但随着复兴工作的推进，一切也在逐渐恢复到往日的平静和舒适。盘城市从东京乘坐特急列车只需2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交通非常方便，而且拥有众多的观光资源，是老宋非常推荐的宝藏旅行地之一。日本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歌碑，因为各地都看过。这个地方是美空云雀他的歌，好像是复归后的第1座。这个歌曲它描绘的就是这边盐屋崎海岸的风景，所以这边特别立的一个这个歌碑，还有它的雕像。现在有点逆光，刚好背后是这个灯台。美空云雀应该算真的很有名的昭和歌姬了，像我这样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盐屋崎灯台算是盘城市的著名景点之一，这里是矗立在蔚蓝大海中的白色灯塔，在日本全国各地的灯塔中属于较为少见的可以徒步攀爬的灯塔，也被选为日本50座最著名的灯塔之一。门票这个要爬上去的话300块钱。要走103级的台阶，哇，这边要到了，哇，好蓝的海啊！爬上顶端，俯瞰美丽的大海，沐浴宜人的海风，凝视着在阳光下闪烁的海面，无疑是最让人放松的那一刻。而且这海水感觉特别的清，可以看到底的。光上来感觉什么也不用干，光看看海，看看这蓝色，就觉得很舒服。其实现在看到的这边海岸都是后来重新修建过的，当时地震海啸发生之后，这边也是完全被海啸已经侵袭了，所以现在这个海岸边，包括对面的海岸边，其实都是新修的。那边的那个防波堤都建得会比较高一些，之前地震之前是没有的这个东西。从这边可以走到海岸，这边就到海岸边啊！真的有人在冲浪，那边都可以看得见。哇，这
今天这个光线真的很漂亮，特别舒服，而且主要是很安静，没什么人，好漂亮啊！从灯塔下来，可以到不远处的海滩散散步，人很少，温度也正好，可以充分享受海边的松弛和惬意。据说盘城市的海边因为气候温暖，也有适度的浪高，所以常会吸引很多冲浪爱好者前来冲浪。这个地方呢叫二建浦海岸，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它前面这个岩石啊，这个大的和小的特别像三重县的一个地方也叫二建浦，所以它就起了这个名字。海岸边的这些房子其实很多都是重建过的，当时海水也淹到这边来了，很多都是新建的房子。一路继续沿着海边往南走，这里有一座被誉为盘城市象征的海边高塔，位于三旗公园内，高达59.99米，是为了纪念盘城市建市20周年所建造的，于1985年8月1日开放。入场费一个人是330，这挺好的，它直接可以在户外的展望台去看。哇，这边也看得挺远的，刚去的海岸应该就在那边。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带自己的宠物啊、家人、小孩一起来，周末在这边，挺适合放松的地方。塔下是一片开放式的公园，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区域。当地居民会带着家人一起来享受放松的亲子时光。作为游客，其实也可以放慢脚步，参与其中，把日常融入旅行，在旅行中享受日常。还挺开心的这，而且大人也可以滑的。屁股疼，滑是挺酷的，但是真的会屁股疼。另外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潮间台，它好像是深入到海里面的这一个设施，直接就是在海上面的，海平面上面的。离开三旗公园，再往南走，就可以到达盘城市作为海滨城市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小名滨港。这里就是他们这边很多日本城市都会，海边的城市都会有的海鲜市场。然后今天午餐就来这儿，先来吃点东西吧。盘城市的拉拉缪，中文翻译为拉拉密游，与其说是海鲜市场，倒不如说是当地城市综合性的旅行产品和体验中心。哇，这是伊式龙虾吧？应该是一个3000块，这是100克1500。哇，这个更大。今天中午吃这个海鲜烧烤，在这边选，自己先选，然后在那边烤。据说这个是他们当地比较有名的，然后呢，上面是海胆，全部是由海胆做的，然后底下是一个贝壳。然后这个呢是说是把那个秋刀鱼，然后给它弄成鱼饼的样子烤的，这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尝一下吧。每一个看起来都很香，
开始还有点担心，但这个其实挺好吃的，它完全没有苦味儿，没有其他的味儿，挺香的。肉质好肥美啊！一楼主要是海鲜、海产以及旅游纪念品的售卖，往里走还有各种的饮食店和餐厅，可以品尝各类美食和海鲜。2楼的部分是当地的生活博物馆，这里可以免费参观，记载了震灾和灾后重建的心路历程。哇，这个图其实就可以看到，当时地震过后，就是这个拉拉缪的地方已经完全被淹了。这附近其实受灾情况还是挺严重的。而当时这地震的海啸进水的高度达到了8.57米。哇，这很高啊！这应该都是4、5层楼的高度了。哇，这个海边真的是港口城市，真的是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这个叫环境水族馆，这个名字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它不是说像一般的那种有表演啊、动物的表演的那种水族馆。虽然这里也叫水族馆，但其实跟通常意义上的水族馆不太一样，只有各种海洋生物和水生环境的展示，没有常见的动物表演。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座海洋科学馆。工作人员介绍说，是希望通过海洋思考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感觉真的是自然环境挺好的，怪不得叫环境水族馆哦。这玻璃幕墙就是刚刚远处看到的。1楼部分展示了海洋的演变和生物的进化。2楼呈现了福岛县内池塘、河流、海岸等各类真实水生环境里的生物，以及巨大、多样且震撼的海洋世界。眼前的海潮分界支流模仿了黑潮与青潮交汇的自然现象，名为潮木之海，是整个水族馆最具观赏性的地方。黑潮和新潮分别来自日本列岛的南北两端，横跨数千公里，在福岛县海岸交汇。整个巨大的水箱下流出了一条三角形的隧道，顶部的自然光从上方倾泻而下，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水下世界。这边也有餐厅，很多东西可以吃的。看完鱼可以在这儿吃点鱼，也挺开心的。福岛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座温泉大县。县内不同的地方都有各类不同的温泉池。距离盘城市车程约20分钟的汤本温泉乡，是一座拥有1600年以上历史的温泉小镇，也被评为日本3大古泉之一。如果乘坐电车从盘城市站出发，仅需2站8分钟即可到达。这次的住宿选了小镇上一家颇有名气的温泉旅馆，叫做 Koido。如果坐电车从 JR 汤本站步行约10分钟即可到达。
它这个玄关的地方还挺大的，这房间真的是很大，特别大的2张双人床，然后里面有一个茶桌，2个椅子，这边是电视机。它虽然是合适的房间的感觉，但是它这种是洋式的床，可能有些人会习惯睡在这种床上，然后呢住在合适的房间里。洗手间，旁边这边是洗脸池，这也挺大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浴室，虽然说它本来是温泉酒店，底下有那个大浴场的，但是它还配了一个淋浴间。穿过长长的通道才能到温泉。因为正值枫叶季节，所以晚上特地安排了去盘城市著名的国宝建筑白水阿弥陀堂观赏夜间点灯。哇，里边真的还是挺漂亮的，衬上红叶之后就真的非常漂亮。这边的红叶正好是时候。白水阿弥陀堂是建在盘城市苑城寺内的国宝级建筑，据说是公元1160年，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权力者藤原家族的德基为祭祀其夫君而建造的佛堂。作为平安时代后期的代表性建筑，建筑样式为平安时代的方三间之宝形造，佛堂置有木造的阿弥陀佛像，周围还保留着许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刻，展现了日本佛教艺术的精髓。夜晚的点灯活动仅在红叶季期间举行，大家也可以白天来观赏。周围的自然景观极其优美，周围的池塘、拱桥、枫叶和落叶的步道为这座古老的寺庙增添了更多的韵味。好像早上的时候下雨了，现在还好，雨已经停了。刚好在住的旅馆的旁边，步行1分钟的地方就是这边的温泉神社。基本上日本很多的这种温泉地，它都会有这个温泉神社。哇，这边应该就是温泉水了，看起来已经在冒热烟的地方。哇，这水是烫的。温泉神社。我觉得这个写的特别好，他写的是可以能够安静的生活，希望可以安静的生活。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在会马上写这样的话，跟我的愿望一样。这个是红叶的绘马，红叶的季节刚好也挺应景的。找了半天没有中文的，然后呢投600块拿一个。汤本温泉是福岛县内众多温泉小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与有马温泉、道后温泉并列为日本3大古泉之一。这里的温泉水量丰富，每分钟可供应5吨温泉水，泉质为稀有的硫磺泉，被誉为美人之汤，深受大家喜爱。自明治时代后期起，汤本温泉的名气逐渐扩展，成为福岛县乃至东北地区闻名的温泉之一。这边真的挺有意思的，它有一个pet那些，就是给小狗小猫泡的温泉，真的是照顾得很周到，小小的小池子。
除了像老宋住的传统温泉旅馆以外，镇上还有几间值得推荐的公共浴场，古色古香，历史悠久，即使不特地住宿，仅花费300日元，也能享受到美人之汤的滋润和温暖。小镇其实不大，从刚刚的那个住宿的旅馆的地方走路到车站大概8-9分钟的样子。然而，像许多日本温泉小镇一样，汤本温泉也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逐渐变得萧条。再加上后期的震灾，小镇变得愈发安静。但昭和风的古镇风貌和整洁的街道成了这里独特的魅力。你可以在这里悠闲地散步，欣赏风景，走累了还能找到免费的足汤泡泡脚，享受最简单的放松和温暖。距离盘城市车站其实非常近的。这边是到一个山上。现在是秋天的时间，主要是看红叶会比较多一些，花应该比较少。有一些叶子现在已经红了，那边感觉红的会更多一些。这地方呢，他是蔡国强，是馆长，这还是挺特别的。去完山上的花园，最后的行程留给了郊外的回廊美术馆。原本没有特别的期待，倒也成了一处意外的惊喜。这里被誉为最会玩火的人，中国艺术家蔡国强主导设计并创办的美术馆。出名前的蔡国强曾在1986年底至1995年旅居日本。88年，在东京画廊屡屡碰壁的蔡国强搬至福岛县内的盘城市，从这里开启了他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受到了当地居民热情的欢迎和接纳。他也曾谈到，在盘城的几年是他收获最多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塔的样子倒是挺有他的风格的，特别像那种烟花一绺一绺的掉下来的样子。为了支持蔡国强，盘城民众自发地以每米1000日元的价格购入火药导火索来参与艺术创作。1994年3月，蔡国强与盘城民众共同实现了爆破项目地平线第14号。在漆黑的夜晚，众人在盘城附近海面上用5个火药引信点燃了一条5000米长的火线，火药爆炸的闪光勾画出了地球的轮廓。万本樱项目的目标的支数是多少？一个是9900，一个是99000，它其实是99000。2011年，福岛311大地震发生后，蔡国强当即拿出作品拍卖，并将所得悉数赠予盘城。盘城民众用这笔捐赠开启了万株樱花种植计划，以樱花弥补家乡受到的灾害，点亮对未来的希望。真正的回廊美术馆在这儿。蔡国强为支持这一计划，邀请当地居民一起利用废弃的木材，在樱花林间建起了这座蜿蜒的回廊美术馆。办一个音乐会啊、弹唱会，应该会特别舒服。开放式的美术馆展出了60幅由当地摄影师小野一夫拍摄的蔡国强与当地市民交流创作的照片。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刚那个塔它是用当地的废船的木头建的，所谓的再生之塔就是这意思。春天的时候就是樱花了，恋爱、结婚，每天能够幸福的生活，跟重要的人在一起。顺着回廊爬上山头，看着眼前静谧又辽阔的农田，想象着春天四周樱花盛开的样子，又会为这座海滨小城增添怎样美丽的色彩？
这边很有名的一家甜品店，来吃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们这个超大的泡芙，跟脸一样大，一个非常大的泡芙，我估计一个都吃不完。这是当地的有名的点心，很多名人应该也是来过的。签名，真的是不切的话这没办法吃。哇，中间特别多的奶油，超级大，尝一口，奶油很浓厚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太好吃了，奶香味特别浓。盘城市有一种很特别的超大分量美食，除了老宋吃到的超大泡芙以外，还有诸如超大份的炸猪排、超大份鸡肉盖饭、超大份乌冬面、超大份三明治等等各类巨型美食。又回到盘城站了 Iwageki， 现在准备坐车回去了。今天天气真的好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现在得走了。希望下次春天的时候有机会再来一次，真的很舒服的地方，这种港口城市特有的舒适和安逸。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去完美术馆，其实对当下的美景和美术馆的建设还是会有些感动。在车上又看了些关于蔡国强和福岛的故事。2023年，蔡国强回到盘城，在当地的四仓海岸点燃了烟花作品《樱花满天的日子》。这不仅是为了致敬30年来未曾中断的友谊，更是献给经历大地震后仍在疗愈中的城镇，同时也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呐喊。蔡国强在烟花结束之际谈到，我想如今人类面对与疫情共存、经济衰退、全球化倒退、国家和文化间的冲突加剧等困境，我将自己与盘城民众跨越政治历史的风风雨雨的故事和情谊寄托在满天的樱花里，期待给世界以信念和希望。福岛是一个略带悲情色彩的地方，但每次来到这里，它总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汇金的山和雪，盘城的海和风，这里的美丽风景、历史文化以及淳朴的居民，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气息，都让我一次次感受到惊喜和温暖。明年春天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去海边，去山间，感受这里的魅力与复兴的力量。没有中文的，老宋就写一个，祝福大家吧，安静、安心、安全的生活。搭讪一下。すみません、旅行に来てる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はい。终于走到了，这因为是开的比较晚，所以它没有显示全。实际上的话，大概有11公里左右吧。徒步区老宋又回来了。